我不想了解你的私事，但不希望你因为私事而影响工作。南市是我们的同行，也是我们工作的伙伴。既然都来到楼下了，还是以和为贵吧。就算有什么话，也应该当面去跟人家说清楚，知道吗？ 哎呦，刘家的准太太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告别办公室生涯了吧？陆泰明肯定不会在车上，这就是范儿。豪门一入深似海，兰花淘尽女英雄。泰明兄，在上班的时候把我的人接出去，好像不太好啊。不过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哦。 我可要给你2点忠告：一，你不要耍弄他；二，不要企图想挖我的墙角，懂吗？很抱歉，用这种方式把你请过来。这已经是第2次因为你让我成为全杂志社话题了。是吗？这绝非我所愿，因为我清楚的知道，如果是本人去请你的话，恐怕你是不会来的。来这干嘛？请进。这里所有的房间，你父母可以随便住，他们不会被人打扰。这边。这里的厨师非常棒，你父母在这个地方可以品尝到不同的口味。如果他们喜欢清静，所有的人可以只为他们2个人服务。啊，当然了，如果你父母愿意跟其他的客人交流，在这个地方一定可以认识不少有意思的人。这边，你的父母可以邀请他们的老朋友、老同事一块到这里来，会有专人为他们举办纪念晚会，共同去缅怀他们的青春、他们的爱情。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烧烤，如果想运动，这里可以骑马，可以打球。我想那些叔叔阿姨们在城里住的时间太长了，很乐意在这个地方多待上几天。 如果你要觉得我这样安排不好的话，我们可以另外做打算。不，很好。
刘主编，只是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之前一直误会你了。哎呀，你还是不愿意叫我的名字。这次可能要辜负你了。我们全家人商量好了，就所有的人一块儿简简单单的吃一顿饭。他们说这样简当家常，细水长流，可能还会有下一个25周年。对，当然了，你父母的银婚25周年的纪念日，他们说了算。我代表我妈妈谢谢你，婚纱她很喜欢。还有我男朋友也谢谢你。你好像忘了你爸爸了。总之就是全家都谢谢你了。那现在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还会去上班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今天我要正式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。周小姐，我们见面的频率是不是高了一点？这是我妹妹，刘芳明。最近几年她一直在国外，没想到回来那一天，你们就巧遇了。我倒宁愿和她没有碰到过。抱歉，抱歉，我妹妹就这个样子。没关系，只是在今天之前啊，我还以为她是你女朋友呢。真的吗？那就是意味着，在今天之前，你也会琢磨琢磨我。哎，我真的很希望今天晚上，你可以留下来跟我们共进晚餐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必须要回去的话，我可以送你。啊，不用，我想我还是怎么来的怎么回去吧。我可不想第3次成为话题。好。打电话。看样子主动权竟然不在你手上。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你知道我想什么？当然知道。她不是那种女孩。不一样，我倒看她把36计背得滚瓜烂熟，就为遇到你这样的人。你知道她不留下来吃饭打的是什么主意吗？什么主意啊？为了能让你把整个俱乐部都送给她，她那叫放长线钓大鱼，知道吗？亏你还叫刘泰明。方明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我们家的。你确定？打听清楚刘家在北京有几处产业，不是什么难事。何况他还下了那么多功夫。我觉得你对他有偏见。不是我对他有偏见，是你对他太偏爱了，哥，不值，知道吗？